医生劝告，天气冷了还在吃降压药的患者一定要注意这几个隐患。老宋今年67岁，退休后生活规律，爱散步、喝茶，身体状况也还算不错。不过最近天气越来越冷，他早上起床时总觉得脑袋发沉，测了下血压，比平时高了一些。他没当回事，想着平时吃的降压药管用，结果几天后，他突然感到胸口发闷，家人连忙把他送到了医院。在急诊室，医生一边忙着检查，一边问老宋最近的生活习惯有没有什么变化。老宋挠着头，回想起最近确实因为天冷不愿出门，常常躺在沙发上看电视，前几天还喝了点白酒暖身。面对医生的追问，他也有些不确定。医生，我每天都按时吃药，怎么血压还会忽高忽低呢？医生停下手中的笔，耐心的和老宋聊起来。冬天血压不稳定，不光是药物的问题，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隐患呢？一、气温与血管的微妙关系。寒冷的冬天，血管就像一群脾气暴躁的小家伙，天气一降温，它们就开始收缩罢工。这种反应看似正常，但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，却可能是埋伏着的健康隐患。气温下降，人体血管受寒冷刺激会迅速收缩，像一根橡皮筋越拉越紧，血液在里面的流通空间变小，压力自然变大。这种变化就是冬天血压容易飙升的幕后黑手。其实，血管收缩是人体自带的保护机制，寒冷时，身体需要保持核心体温，血管就自动收缩，减少热量流失。但问题在于，高血压患者的血管本身已经处于高压状态，这种额外的加紧让他们更加不堪重负。尤其是那些血管本来就不太灵活、弹性差的患者，收缩后会让心脏的工作压力增加，心跳更费劲。这时候，血压上升的比平时快，一不留神就可能引发头晕、胸闷，甚至是危险的心脑血管事件。除了气温，另一个看不见的影响是血液本身的变化。冬天天气冷，人们爱喝热茶，吃热腾腾的火锅，但喝水少的习惯却没改变，血液会因此变得粘稠。冬季不仅仅是一个冷字，早晚的温差往往让血管更抓狂。早晨起床，气温最低，血压最容易冲上峰值。晚上睡觉，气温骤降，血压波动也会加剧。天气冷了，很多人喜欢把自己裹成粽子，但衣物的选择也很关键。太厚重的衣物容易压迫血管，尤其是脖子和手臂等部位，而过于单薄又无法有效保暖，对血压控制更是雪上加霜。找到适合自己的穿搭平衡点，让身体既能温暖又不受压迫，才能让血管舒舒服服的工作。二、血压平稳后擅自停药的风险。很多高血压患者都会犯一个常见错误，一看血压稳定了，心里立刻放松，觉得自己好了，干脆把药一停。事实上，这种想法是极其危险的。高血压是一种慢性病，不是吃几天药就能根治。降压药的作用是帮助血压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，让心脏、血管等重要器官少受高压的损害。换句话说，血压之所以平稳，是因为降压药在默默的撑场子。停药后的血压反弹常被称为高血压危象，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。这时候血压可能会突然飙到一个高的吓人的数值，让人头晕眼花、胸闷气短，严重的还可能导致中风或心梗。很多患者在医院急诊时都会后悔地说，自己停药前血压明明正常，但这种后悔往往已经太晚了。有些患者觉得药吃久了会产生依赖性，担心身体离不开药。其实，这种说法完全是误解，降压药不是成瘾药物，它是通过调整血管的状态和改善血流压力来发挥作用。长期服药不是依赖，而是科学的治疗方案。相比依赖性，停药后带来的血压不稳定才是真正的危险。还有人觉得长期服药会伤肝伤肾，索性中断用药试试，这种顾虑可以理解。但盲目停药其实是因小失大。降压药是经过严格研究和临床验证的，大部分药物的副作用是可控的。只要按照医生的建议用药，并定期检查，就不用过度担心。即使血压真的一段时间内看起来很稳定，也不能随意停药。高血压的特点就是悄无声息。很多人血压升高时完全没有症状，但并不代表身体内部没有问题。实际上，持续的高血压可能正在悄悄损害血管、心脏和肾脏，只是等到症状明显时，
往往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。正确认识降压药的重要性，规避停药的误区。稳定血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需要耐心和坚持，绝不是一时的侥幸心理能够代替的。3. 冬季生活习惯隐形杀手。冬天一到，很多人开启冬眠模式，吃得多，动得少，看似再正常不过的习惯，其实可能悄悄埋下了健康隐患。不少人觉得冬天冷，喝点酒不仅暖身，还能舒筋活血，其实酒精对血压的影响非常复杂。喝酒后，酒精会先让血管扩张，但这种扩张是短暂的，一旦酒精的作用过去，血管又会迅速收缩，甚至比之前更紧。这种扩张和收缩的反复，等于给血管上了一堂高强度训练课。长期下来，血管内壁受损，弹性下降，高血压问题就会更严重。除了喝酒，久坐不动也是冬天血压升高的常见诱因。冬天冷，很多人选择赖在沙发上看电视或者刷手机，长时间坐着不动，血液循环会变慢，特别是下肢的血流容易淤积，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，这种状态会让心脏泵血的负担加重，进一步推高血压。久坐还容易带来体重增加的问题，而体重每增加1公斤，血压可能会升高1到2毫米汞柱，这个小小的数字累积起来，就是高血压患者的大麻烦。懒惰也是高血压患者冬季健康管理的大敌，寒冷的天气让人不想出门，也懒得锻炼，但运动不足会让血压更加难以控制。运动对血管有很多好处，即使是简单的散步或者做些轻松的瑜伽动作，都能对血压管理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。如果因为天气冷就彻底放弃运动，血管的柔韧度会下降，血压波动更频繁，风险也随之增加。要想在冬天控制好血压，这些生活习惯必须引起重视。冬天尽量选择温热的饮品，不要用酒精来取暖。此外，每天保证一定的活动量，哪怕只是室内简单走动，也比整天坐着强得多。健康从生活细节开始，让身体动起来，减少对酒精的依赖，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节奏，才能让血压稳得住，也让整个冬天过得更安心。4. 冬季血压监测与应对技巧。秋冬季节温差变大，特别是早晚的时候，冷空气就像一个隐形杀手，对血压的影响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复杂。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，早晚温差的刺激可能会让血压在短时间内出现明显波动。如果不提前采取措施，身体可能难以承受这样的起伏。早晨刚起床的时候，人体血压往往是一天中的一个高峰。这个现象在医学上叫晨风血压，是高血压患者发生中风、心梗等问题的高危时段之一。如果这时候再遇上寒冷的刺激，血管会进一步收缩，血压可能快速飙升。尤其是天气转凉，早晨从温暖的被窝里起身，直接接触冷空气，对血管的冲击就更明显。晚上睡觉前，温差的另一个高峰期也不容忽视，夜间的温度通常是一天中最低的。寒冷会让血管持续处于收缩状态，血液流动更加缓慢，血压会随之升高。如果这个时候没有做好保暖措施，或者姿势不对，比如长时间窝在沙发上，血压波动的风险会进一步增加。为了应对这些早晚温差带来的血压波动，监测血压是非常重要的一步。很多高血压患者可能觉得每天测血压很麻烦，但其实血压的变化往往和时间段密切相关。定时测量血压，特别是在早晨起床后和晚上睡前这2个关键时间点，可以帮助患者了解血压的波动规律。除了监测，保暖是另一个关键点。早晨起床的时候，可以在室内适应几分钟，让身体逐渐习惯温差，再换上保暖的衣物起身活动。晚上睡觉时，保持室内温度的适宜，选择透气保暖的床品，也能帮助血压稳定。特别是一些老年患者，手脚的血液循环比较差，更需要注意这些细节。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运动，也是缓解早晚血压波动的重要手段。冬天可以选择一些低强度的活动，比如在家做瑜伽或者慢走，既可以改善血液循环，又能让身体逐渐适应温差的变化。面对温差的埋伏，最重要的是养成良好的健康习惯。从日常监测血压到调整生活节奏，从合理保暖到保持适量运动，每一步都能为血压的稳定多添一分保障。结语：冬季是高血压患者健康的多事之秋，
天气的转凉对人体血管造成直接影响，使得本就脆弱的高血压患者更加容易受到伤害。而误判血压平稳的表象，擅自停药，或是在生活中忽略细节，如饮酒、久坐不动等行为，无形中给健康埋下了巨大隐患。科学的管理高血压，尤其在冬季显得尤为重要。从正确认识降压药的重要性，到适应寒冷天气的健康生活方式，再到对早晚温差的提前防范，每一步都不能掉以轻心。健康在于细节，更在于科学的应对。无论是防寒保暖，还是调整生活习惯，患者都应主动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，与医生保持沟通，为冬季健康打下坚实基础。守护血压，就是守护健康的生命线，用科学的态度迎接每一个寒冬，是每位患者的最佳选择。